你成功了，你真是我的骄傲。我要谢谢你，没有你，我成功不了。你几个意思？为了报复出征，帮杨晓婷，还是为了钱？我犯得着跟你解释吗？因为有些东西你永远都不可以理解。你现在要做的就是静待一个结果，然后拿到你想要的东西，帮助杨晓婷打赢这场官司吧。好，4199方，谢谢。你今天也累了一天了，待会儿吃点东西，好好休息。那我就先走了。楚征，今天晚上你能留下来吗？留下来陪我。陈总，他们回来了吗？回来了，就在隔壁。就等你了。楚征，如果你发现我做的一些事情是在骗你，在伤害你，你会怎么想？你说的是假设吗？回答我。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我现在很幸福。我爱你。
把你所有的愤怒都冲我一人来，别动他。都看见了，那我也没什么好解释的了。 杨总还好吧？张律师，请你一定要帮我打赢这场官司。等官司结束了以后，我们都解脱了。 处长，对不起。应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。不，听我说完。我要把我刚才没有说完的话说出来。其实，我骗了你。其实，他们在进门之前，我就知道他们会出现。这么说，你是在替杨小婷取证？对，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被银润吞掉，我不能看着他背负垮掉的公司和债务，我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来合情合理的把剩下的钱全部给他。这么说，你还爱着他？不知道，我现在说不清楚什么是爱，我只知道我们之间也许没了激情，但只要是他身处困境或者面临危险，我放不下。每次我想到他离开我，孤孤单单的样子，我的心就会很疼。那你把我当什么？原来一直以来，你都在利用我，让我去配合你演这样一出戏。但我精心设计的这场美丽，原来这是个笑话。高寒，我现在想问你，在你心里，我到底是谁？
现在说这些没有意义。我真希望我能像杨晓婷一样，给你一记耳光，然后转身离开。我也希望你能这样。我一直都觉得萧玲珑的选择是对的，因为你现在的心已经脏了，你根本就不配做一个父亲。真的好希望快点看到这个孩子降临到这个世界。一定可以的。看来我得抓紧了，因为我想让这个孩子看到他母亲怀他的时候那份美丽。可能是于海，我去开门。宁龙，于海他告诉我很多事情，我是来看看你，看看尹飞。凯明来看看你。你还好吗？这幅画我马上就要画完了，它是我送给你的礼物。送给我？这个女人的眼睛和微笑，曾经伴随着你，也伴随着我，走过了生命中最艰难的日子。两个人在一起是爱，但不在一起，或许是更爱。我想你明白我的意思。如果你不能好好爱玲珑，就请你好好爱
你们的孩子。林龙，谢谢你陪我走过这最后的这些日子。谢谢你，谢谢。尹飞，于海，在那个落雪的天，不再看你的脸。我现在对我自己充满了绝望。我到底做了些什么？我一心为了赢，出卖了最好的朋友，失去了心爱的妻子，典当我的良知和灵魂。我做的一切，让我在我未出世的孩子面前无地自容。你我的世界不停纠结，每一分每一秒，你我的故事开始纠结，分不清。你现在心已经脏了，你根本就不配做一个父亲。但是事情发展到今天，你没认为高寒才是最大的受害者吗？我看错你了吗，张代表？我当初那么信任你，让你做小婷的律师，就是想让你维护她的利益呀。我也希望你不要因为那10%的股权丢了自己的良心。输赢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没有丢失你自己。我低头，只是怕我心更痛，难忍住的眼泪，只好转身偷偷流。我把尹飞的画室和剩下的一些作品全部捐给了骨癌基金会。我想，这也是他所希望的。只有这幅画是他用自己最后的生命完成的作品，他属于我。我到现在才明白，你为什么义无反顾地照顾他。你干净的如同天使，他在天堂里微笑地看着你，他很好。转身平行的交错，两颗心。玲珑，请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会好好的爱你，爱我们的孩子。不停纠结，每一分每一秒，你我的故事开始纠结，分不清，走不开。你我的世界不停纠结，每一句每一幕，你我的转身平行的交错，两颗心。关于当事人高寒、杨晓婷离婚及财产纠纷一案，现在开庭。审判长，我作为杨晓婷的代理律师，经过了长达4个月的资产核实，情况是这样的：杨晓婷女士和高寒在10年前，他们共同创立了瑞和服装设计公司，公司的固定资产为800万元，品牌价值为300万元，夫妻共同拥有的汽车、房产以及存款一共是2300万元。我想请问被告，
你对我的核实有疑义吗？没有。由于杨晓婷和高寒的财产分割涉及到婚前协议，所以我想问被告3个问题。第一，你是否知道杨晓婷女士为了公司的发展，决定和上海的银润服装有限公司合作？知道。第二，我查到你的助手，也就是瑞和的设计师初征小姐，你曾经为她的弟弟支付过高达10万元的治疗费，对吗？对。为什么？同情。同情。这是我在房产中心得到的一份资料。你在上个月买下了4环边上的房子，并赠予了初征，对吗？对。这难道还是同情吗？是还债。一个月薪几千块的设计师，竟然跟你有几百万的债务。我个人认为，这是资产转移。根据婚姻法新司法解释第47条，一方转移、隐藏夫妻共同财产，在分割财产时，对转移、隐藏的那一方可以少分或不分。初征给了我很大帮助，我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对他实实在在的一些物质补偿。我希望他能有一个自己的家。家？多么动人的解释！就好比你在马路上看见一只流浪猫，你收留了它，这叫同情。可是，你给这只猫安了一个家，细心地照顾它，喂养它，同时也享受着它带给你的欢乐。这不是同情，这是喜欢。往深里说，那便是爱。而你们的爱，在你和杨晓婷的婚前协议里，被称之为背叛。我想这份婚前协议，你们俩都比我熟悉。第1款第1条非常清楚地写道：夫妻双方任何一方不得在婚姻中有背叛的行为，否则将净身出户。什么是背叛？这也是今天我跟我的妻子对簿公堂需要弄清楚的一件事情。背叛？那好，我就证明给你看。这里是被告高寒和初征8月13号在景豪酒店开房的记录，以及照片和录音。这里的证据足够证明你们有出轨的行为。初征小姐就坐在庭下，你可以作为证人替高寒反驳。我可以坦诚地说，我爱高寒。谢谢。审判长，我的发言完毕，我也得到了应有的回答。本庭认为，高寒与初征的关系产生于你的婚姻存续期间，并且依据双方的婚前协议，被告高寒已经构成过错方的事实。不。这不是事实。审判长，我作为一名律师，必须遵守最起码的职业道德，那就是维护我当事人杨晓婷的利益，同时不惜一切代价去证明高寒背叛了他们的婚姻。今天我的辩护已经完成了我该完成的一切，可是
这并不是事实的全部，是事实的全部。凯明，你的辩护结束了，这就是事实的全部，你要想清楚了。我想得非常清楚。根据律师法的规定，律师和当事人的关系，如果不能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，可以立刻解除合约。我正式宣布，解除和杨晓婷之间的合约关系。我愿意成为一个证人，说出所有的真相。你现在所说的话都要承担法律责任，做任何伪证都是违法的。我发誓，我说的每一句话，每一个字，都是事实的真相。那么，你想指证什么呢？凯明，你很热爱这个职业，你刚刚已经完成了你最完美的辩护，我们解脱了，可以了。高寒，你曾经对我说，你说一定要尊重自己，和遵循自己本真的心。我不想一辈子活在内疚里。我要指证，原告杨晓婷因为怀疑自己丈夫的不忠，亲手把出征小姐送到了高寒身边，制造了所谓的非正当男女关系。张律师，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你是我的律师，你怎么可以背叛我？背叛？那我就当着你和高寒的面解释一下，在你们婚姻里所谓的背叛。我记得你们婚前协议里有这样一个约定：任何一方不得有任何欺骗和谎言。我想问你，你拿出征的感情去试探高寒，这不是谎言吗？这不是欺骗吗？你在干什么？当你撒出去的鱼饵爱上鱼的时候，你崩溃了。你想到的是你的财产和怎么去惩罚他们。对，我帮你做了资产转移，把你手中的钱变成了股权。从那一刻开始，我为了名利，我背叛了我自己，我最好的朋友。很多事情必须要真相大白，至少我们不再为谎言而痛苦。我必须实话实说，我对于高寒的了解，我不否认出征会爱上高寒，但高寒不可能和出征有任何男女之间的爱恋，甚至出轨行为。张海明，你的职业是律师，你应该知道，你所有的陈述都应该由证据来支撑。那么，你用什么来证明你所说的事实呢？我能证明。审判长，我叫肖于海，是三邦公司的总经理，公司业务就是替人排忧解难。同时，我也在为杨晓婷调查她的丈夫高寒和出征之间的关系。在我的调查过程中，获得了部分的谈话录音和这些照片。我不知道这些东西是否可以成为证据，但足以证明，刚才律师张凯明所说的一切，完全都是事实。
其实整个事情的真相你早就了解了，那是因为我的哥们刘强在你那儿出卖了我，但是在来法庭之前，我也出卖了他。走吧。审判长，我今天之所以带来所有的证据，还想证明另外一个事实，那就是高寒和出征之间的关系是清白的。其实，在我帮助于杨晓婷之前，我曾经是出征的男朋友。我利用了这点关系，取得了他们的信任，所以我更容易了解他们双方的关系和真实的情感。当高寒知道了杨晓婷为了转移资产，陷入了骗局，面临着巨大债务危机的时候，事情就发生了逆转。高寒从一个局中人，变成了将计就计的反作局者。他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妻子承受着负债累累、一无所有的结果，所以他就利用了出征对他的爱，并且说服了出征和他共同完成了一场捉奸在床的闹剧。其实他的目的很简单，他就是想合情合理合法的将自己手中的财产送给他的妻子。这是真的吗？他说的是真的。杨总，你一直以来都这么相信我，但现在你要相信高寒，相信他对你的忠诚和爱。你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？因为我认为我爱着出征，而出征却爱着高寒。事情就这样，谎言和骗局的开始，是因为我们都不够相信爱。当我们意识到、感受到、相信他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已经脏了。夏玉海，你提供的这些材料是否能成为证据，还有待认定。但是你知道吗？你这些所作所为都是违法的。我知道，今天是我第一次站在法庭上自首。我小时候有一个梦想，我想成名于一位警察，我想让这个社会依法垂范，让人们的目光干净而祥和。如果监狱可以让我通体清白的话，我愿意接受这份惩罚。审判长，我今天之所以这么做，不仅仅是因为我的母亲和姐姐，还因为一个即将出世的孩子。他会管我叫舅舅。我特别希望我能用干净的双手来迎接他的到来。这是我第一次判决这样的离婚案，财产可以分割，但是你们的感情能够分割吗？审判长，这样的结果也是我没有想到的。审判长说的没错，财产可以分割，但我们都难以面对情感的裁决。我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把钱给我的妻子，但我更想用这种方式来解脱
我记得我们婚前协议的最后一条是圣经的誓言：无论他是贫穷还是富有，是健康还是疾病，我们都将彼此珍爱、信任，不离不弃。当我们从一无所有到拥有千万资产的时候，我发觉我就像狗熊掰苞米，一路捡着钱，一路丢失着爱。我没有那么多耐心再去关注他的情感，我把一天里大部分的时间放在工作、应酬和我喜欢的所有事情上，留给他的只是晚上回家睡觉的一个背影。他经常跟我说她是一个快40岁的女人，说她的世界里只有我。当他把我当作他世界里唯一的救命稻草的时候，我却想着要摆脱。所以，他对婚姻的质疑，我对他内心情感的需求的忽视，我一直自诩自己是一个负责任的好男人，我一直坚持要守住这个家，可是人在家，心却丢在了外面。那不是皇帝的新装自欺欺人吗？所以在今天，在这个法庭上，我想拔掉我所有的虚伪。我承认，我对楚征动了心。其实，这不是我想要离婚的理由。我是觉得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我们的生活。我一直觉得，在婚姻当中，可能坚持是唯一的信仰吧。可坚持的是什么？是痛苦还是幸福？我是一个正常的男人，欲望和动物性决定以后，我可能依然会遭遇各种各样在物质和情感上的诱惑。难道我们之间还要在这种信任和怀疑间相互撕扯轮回吗？这可能是所有婚姻面临的无解的难题。如果怀疑是婚姻最大的背叛，那么我怀疑，我是不是还能坚持走下去？我现在唯一能坚守的，就是我们的婚姻干干净净的开始，干干净净的结束。所以，我坚持离婚。你我的世界不停纠结，每一分每一秒，你我的故事开始纠结，分不清走不开，你我的世界不停纠结，每一句高喊杨晓婷离婚以及财产分割一案，本庭认为他们的情感尚未完全破裂，所以不做离婚判决，双方可在6个月之后再提起上诉或协议离婚。肖雨海采取非法手段窃取他人隐私，现羁押，做另案处理。只是怕我心更痛，难忍住的眼泪，只好转身偷偷流。我已经和陈总交涉过了，
3天之后，他会把瑞和的所有资产都退还。好。当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为一份情感说出真相，并且勇敢地承担后果的时候，我想他别无选择。我也别无选择。所以，谢谢你。你我的世界不停纠结，每一分每一秒，你我的故事开始纠结。你要去哪儿？走多久？我也不清楚，也许我就在附近溜达溜达，也许我会走很远。我和你也许没有办法走完人生路，可我们或许可以重新开拓我们的视野。我是一个太随性的人，我经营不好一段婚姻，也经营不好一个公司。我觉得做一个自由自在的设计师，可能最适合我。或许我们都可以重新选择。没错，我们都可以重新选择自己的生活，所以这不是悲剧。如果你们真爱我，请尊重我的选择。想看到你吧，只是朋友而已。我试着去努力，只为感动你。我写下这一段旋律，你是我也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，只是心里有一种久违了的自由感。我一路向前走着，但我将思考放在身后。我记得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：往前走的时候，别忘了回头看一看，你的影子是否追随，那便是你的灵魂。当我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，迎接着一个又一个的日落和日出的时候，生活也同样在前行。它绝不会因为你跌倒、失败或者失去而止步，总是会有新的生命接替旧的。一个孩子的降生把张凯明变成了父亲，或许这个孩子是将来的张凯明，这就是自然的奇迹和残酷。人们喜欢称之为轮回。当我一路自由行走的时候，我时常会想起萧玉海，他亲手将自己送进了监狱。我相信他已经在那个围城般的高墙内换取了心灵的自由和解脱。希望迎接他的是他所期盼的爱情。走着走着，我突然发现眼前的一切既熟悉又陌生。这可能就是人生吧，从起点便是终点，终点又是起点。正所谓时间不逝，圆圈不圆，但在这个圆圈里，总有一个人在等着你，而你
也总是会走到他的身边。这或许就是人们所说的命中注定。他终于彻底背叛我了。你终于承认了，承认你们串通一气了。你心里面想的根本就不是想让楚征像妹妹一样的关心我，你想的是钱，对吗？高寒，你不得不承认你喜欢楚征。不管我是不是和他串通，只要他在你身边，结果都是一样的。那你说，我除了钱以外，我还有什么？杨晓婷，我们真是白白生活了10年，你一点都不了解我，你怎么就知道结果一定是你想的那样的？现在说这些已经太晚了。对，你终于说了一句晚了。我告诉你，如果我对你、对这个家还有一丁点的眷顾的话，现在你的做法让我大番无存，懂吗？那好，那么法庭上见吧。用不着法庭。你不就是想让我一无所有吗？我1分钱都不要，我全都可以给你，但是你必须马上追回汇入上海银润的钱，停止跟他们的一切合作。追回哪些钱？等我追回来以后，你跟我分是吗？你以为我是傻子吗？我不想让别的女人占着我的丈夫，再占着我的钱。好，我发誓，我不会侵占你1毛钱，全都给你，全都给你，杨晓婷。我只要你停止跟银人的合作。我可以停止，可是出征能停止吗？据我所知，他在上海开了一家公司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真正贪图钱财的不是我，而是出征。高寒，难道你真的觉得我爱的是钱吗？钱能给我带来爱还是温柔？只要我能够换回一份踏踏实实的感觉，能够买回这份踏实，我真的1分钱都不要。好，小婷，我们的想法不矛盾，那你告诉我，我怎么做才可以让你踏实？我可以停止，我真的可以1分钱都不要。只要你跟我在一起指证出征经济诈骗，让他坐牢，让他永远在我们身边消失，你能做到吗？怎么样了？你过来，是不是就想看看这些鱼是死是活？对了，哎，我跟你说啊，火锅呢，我都预备好了，我就是到时候得等着它下锅了就。你知道吗？我照顾这些鱼特别的小心，不让它们受到一点打扰和惊吓。你干嘛？哎，看看，我说你看看，怎么样？我跟你说，哎，这天堂鱼的最大特点就是皮实、抗折腾。可惜呀，我这火锅鱼肉吃不上了，所以呢，有些人就得跟这鱼一样，得好好的活着，啊。
哎，你还别说啊，他们俩这照片哪张都不错。哎，你看腻腻歪歪、亲亲热热的，多好啊！哎呀，你看老张啊，这张照片真不应该摆客厅里。怎么呢？哎，您看这应该放卧室，摆在这儿是有失体统，封建。不过我还是觉得这么大屋子啊，这照片少点什么是吧？嗨，我就痛快说了吧。你说咱这房子也有了是吧？我看你们俩是不是要个孩子啊？啊，要个孩子吧，趁我还年轻，我给你们带。哎，大姐，要说这带孩子，这可我专利啊！我搞教育搞了一辈子，你说说我带过多少孩子，有经验。哎，这是你带出来的吗？这是我带出来的，多棒啊！要说我这俩孩子，那不也是个保个这个？嗨，姓我们家的姓儿，那就得我们自己带。你说，跟你讲，大姐，哎，怎么意思这是？爸，我去看看。怎么了？爸妈都在，没必要。嫉妒像火焰，会烧毁一切。现在我觉得每一个人都疯了，这让我感觉很害怕。你不用为这种事儿烦心，有我呢，我会尽全力来帮你。你也让我害怕，因为你帮我的方式也是危险的。你知道吗？我之所以卷入这件事情当中来，那是因为我所谓的感情。可是现在我到了这一步，我没办法了。正如你所说，高总，我之所以选择帮你，那是因为我不想再让所有的人互相伤害了。当然，至于我的行为所带来的后果，我自个儿扛。不用，拜托兄弟，让我自己来。我现在只想让这一切尽快结束。那怎么结束？现在根本就没办法结束了，因为所有的人已经转入了这场漩涡当中。高总，我顺便告诉你一句，你的手机被杨晓婷定了位，你的办公室装有摄像头，还怎么结束？玲珑啊，给我拿杯水。玲珑，我跟你说话，你听到没有？你为了孩子究竟要跟我闹到什么时候？你可不可以考虑一下我的感受？那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？
我只是觉得孩子这个时候来不合适，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奇怪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觉得这孩子不是你的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不希望为了这个孩子破坏我们目前的生活。我懒得跟你说话。小果还没回家？哎，这不杨晓婷的邮件吗？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帮高寒。刘翔，我跟你说了不止一遍了，这事你别跟着掺和啊！股权置换之后，杨晓婷答应给张海明10%的股份。你干嘛去？我弄死他！刘海，张海明再不是人，弄死你姐怎么办？我看这事儿还是叫高寒处理吧。已经进展到这种程度了，我真是没想到。我也没想到，现在张凯明居然还向杨晓婷要10%的股份。如果张凯明已经帮杨晓婷完成了这个所谓的股权置换，那么陈总就可以通过新公司倒闭等等手段，轻易地吞掉瑞和。很显然，这就是一陷阱，而且还是杨晓婷亲自挖的。这杨晓婷她就是一大傻叉。我必须阻止他。放松，身体不要太僵硬，去打开自己，把自己完全融入于服装，明白吗？后面的人精神点儿。停！大家休息一下吧。彩排的情况看清楚了。看得清清楚楚。问题很明显，有几套衣服需要修改一下，尺寸必须要非常符合模特的身材。还有就是，那个叫 Timmy 的女孩不能做压轴，找个人换掉她。姑奶奶，要修改是很麻烦的，工作量大得很。再说这么大件事情，你不好自己轻易做主吧？那好，我打个电话给高总请示一下。喂，高总，秀场这边出了些问题，是关于服装修改方面。任何事情你都可以做主，你负责秀场，我有事。好的，我知道了，放心吧。都听到了，按我说的做。杨总，走。继续，大家在等你指挥。高总今天有重要的事情，我刚才已经打过电话请示他了。而且我觉得今天是第一次彩排走秀，高总不来应该可以的。我很欣慰，因为你现在可以为高总做主了。您是董事长，我只不过是分担而已。杨总，初真说有几件衣服要修改。不用问我，让初真拿主意吧。高总，有事吗？有，找你给我个解释，行吗？这上面不是写得很清楚吗？我帮杨晓婷，杨晓婷给新公司的10%的股份，很合理啊。能停下来吗？啊？必须停下来，凯明。停不下来了。为什么？股权置换已经在进行当中了，瑞和很快就会成为银润的一部分。这明摆是银润的圈套啊！杨晓婷傻，你也傻吗？如果继续下去的话，
瑞和将面临什么样的险境，你比我和杨晓婷更清楚。我可以为杨晓婷净身出户，如果失去瑞和，杨晓婷将一无所有。必须挺进来，行吗？你怎么知道就失去瑞和了？再说，这是杨晓婷抉择的，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跟你没关系吗？啊？你是他律师啊！我看错你了吗，张开明？我当初那么信任你，让你做小婷的律师，就是想让你维护她的利益啊！我就是要维护她的利益。老实说，杨晓婷走到今天这一步，我没有任何的自责和不安。她为什么选择资产转移来捍卫自己的利益？又是谁？谁破坏了你们的婚姻？杨晓婷有她的不对，她多疑，她绝情，她为了得到财产，她先走了这一招。难道你就没错？你就没对初征动过情？你敢说你跟杨晓婷的婚姻走到今天，全是她的错吗？我不想说那么多，我只告诉你，我对得起自己良心。我也希望你不要因为那10%的股权丢了自己的良心。别拿良心说事儿好吗？良心能当饭吃。过去我们是朋友，但今天我必须要站在我和杨晓婷的共同利益上，谁也别想把我。抱歉，这么晚了把你叫到这儿来。没关系。可是在这儿谈话方便吗？没什么不方便的。我跟小婷从这里开始，也该从这里结束。这我都理解。你打算怎么结束？我见过张凯明了，他怎么说？小婷已经跟陈总签署了股权置换协议，这就意味着瑞和已经是陈总的囊中之物了，留下的只是空壳和债务，还有没有还的贷款。你打算怎么办？2条路，要么找律师反过来调查杨晓婷，要么看着瑞和完蛋。其实你已经有了第3条路，你既不会以其人之道还之，更不会看着杨晓婷毁掉自己，对不对？第3条路，离婚。但我需要你帮我。